嘿，我是 Gail，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是我的第一支视频，所以我就准备专门录一个开场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频道。从我的视频的标题，大家可能都已经能猜到了，我的频道是会关于我在哈佛求学的经历的。从今年8月底开始呢，我就要在哈佛商学院攻读自己的工商硕士学位了，就是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大家所说的 MBA。这个经历呢非常的难得，所以我就想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这个频道大概会以 vlog 为主，可能会穿插一些跟同学呀、教授的访谈之类的。如果你对我在哈佛的生活也感兴趣的话，就经常来我的频道逛一逛吧。第一支视频是关于搬家的，因为哈佛在波士顿，所以我跟我的老公好好先生就从以前住的地方俄亥俄哥伦布搬到了波士顿，我就记录了一下整个过程。今天是7月18号周日，我现在是在我公公婆婆家的车库里，我在等好好先生把我们俩明天要用的卡车拿过来。明天就是我们俩开车从俄亥俄哥伦布开去麻省波士顿的日子，然后我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家当，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在楼下还有很多的东西，就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俩从之前的公寓打包过来的东西。本来以为我们只有2个人嘛，所以不会有很多东西，但是后来打包的时候发现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用卡车搬了好多趟才从之前的公寓搬过来，然后包括我们下面就是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地下室，也都放满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历经3个多小时，全家出动，我们终于搬完了。这应该有刚才仓库里那些东西的1半吧。你看这边很多东西都没有搬，不过这些应该已经够把我们新家装满了。今天就这个样子吧。今天是19号周一，我和好好先生已经在开往波士顿的路上了。根据谷歌地图呢，我们应该是要开大概11个半小时。好好先生在前面开着大卡车，我在后面开着我们家的 SUV， 带着小狗。我们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又整理了一下东西，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出发的。刚开始的时候路上车特别多，我们俩就被冲散了，花了大概30-40分钟的时间，我才又找到他的卡车。现在我们俩就是一前一后平稳地开往我们的目的地波士顿。现在好好先生在前面开车，所以我没有办法采访他的心情，但是我自己现在的心情其实挺复杂的。一方面呢，肯定是我们要搬去一个新的城市，我要去哈佛读书了，非常的兴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对俄亥俄哥伦布说再见了，其实心里是有一点不舍得的。我12年的时候来俄亥俄哥伦布读的本科，之后呢就一直在这边工作生活。好好先生一家呢比我更早来到这个城市，所以他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几年了。我们俩都对哥伦布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特别多的回忆在这边，所以这一次要搬家还是有一点不舍得的。不过之后呢，我们俩还会经常回来看看，因为毕竟有很多家人啊朋友都还在这边。我们现在是到了纽约州水牛城，刚刚订了一个宾馆，准备今天晚上在这边休息。今天开了大概有5个小时，还有大概7个小时要走。我和好好先生就决定把剩下的时间分成明天和后天，所以我们到波士顿的话应该是周3的早上。今天这5个小时我觉得开的还是非常顺利的，一路上也没有什么车，然后我们提前准备了很多零食，所以一路上吃吃喝喝也不觉得累。狗崽子呢也特别的配合，一直在睡觉，也没有吵，所以我们就很轻松的到达了水牛城这边。现在好好先生是出去买一点晚餐我就在等他回来，我们稍微吃一点东西以后就准备今天休息，明天继续啦。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收到了国内的家人发来的信息，他们现在都在河南郑州，我的老家。郑州正在经历历史级的特大暴雨，已经进入了特级自然灾害1级警备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是
挺担心的。刚才在前面的休息站的时候，有跟家人再发一下信息，了解一下情况。幸好他们是在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他们也说武警和解放军也已经进入郑州进行救灾了。希望我的家乡这一次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天灾。这个可能就是和家人分居两地比较难的一点吧，一边遇到了一些问题，另外一边没有办法立马赶过去帮忙，就会比较的担心。你像去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的家人在国内，我就特别的担心他们。之后国内的疫情控制住了，美国的疫情又爆发了，就换成我在国内的家人非常担心我。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也是分居两地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经历了3天的奔波，我和浩浩先生终于正式入住新家啦。虽然还是一团糟，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东西都整理到这边的这个卧室，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储藏间里面了。现在我在的是一个客厅和餐厅共用的空间，还有很多杂物要整一下。这个大电视是浩浩先生最在意的事情，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撬起来，看它有没有坏。所幸一路奔波，电视依旧完好无损。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把剩下的杂物整理一下，然后可能添置那么1-2件小的家具吧。这个 vlog 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这位狗兄，你要不要发表一下入住感言？因为你，我们这3天多了多少白头发。不过看在你只有10个月大的份上，我多给你一些情面吧。毕竟我们以后也是共患难的伙伴了。我知道你现在很热，我也很热，因为家里还没有装空调。能不能在镜头前保持一下仪态？好的，就这样吧，感觉你也不会挺我的。